普京给的台阶，泽连斯基不领情，难道停火36小时还不够？看来普京只能奉陪到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张斌观察。不知不觉，历史的年轮已经展开新的篇章，但俄乌冲突依旧处于焦灼状态，甚至还有着升级的趋势。在新的一年中，相信有不少国家都希望俄乌局势能够缓和，甚至双方能够和谈。其实这也是俄乌民众的共同愿望。为此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做出了努力，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架了一个台阶。可谁知泽连斯基就不下。根据综合报道称，近段时间，俄罗斯方面宣布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全线停火36小时。显然，这是俄罗斯给乌克兰递出的橄榄枝。按照事件的正常走向来说，乌克兰这时候如果也选择停火，双方就有可能促进和谈。那么，在2023年结束俄乌冲突就有可能成为现实。不过，乌克兰方面倒像是杀疯了一般。据悉，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顾卫阿列斯托维奇对此作出回应，表示海马斯将会出现在俄罗斯士兵的头顶上。随后，乌克兰熟练地把海马斯炮弹一股脑儿倾泻到俄罗斯部队头上。据悉，基辅政权在俄军实施停火之后，依旧继续对俄军阵地和居民定居点进行炮击，分别使用排气炮接连4次对东乌地区进行了打击。而在扎波罗热方向，乌军更是直接进行了8次炮击。当然，这个消息也经过俄罗斯国防部的证实。俄方表示，基辅政权不顾俄罗斯武装部队实行停火，继续炮击俄军阵地，但乌克兰炮兵的挑衅已被俄军还击火力所精确压制。我们甚至能预料，乌军这样的行为必定会进一步激起俄军上下的怒火，从而提升了俄军的士气，等待乌克兰，使俄军更猛烈的反攻。虽说俄罗斯方面并没有说明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武器进行的反制，但其实没必要保密。如果俄罗斯使用了高超音速武器的话，乌克兰未必能接得住。就算乌克兰真的装上了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，对付这类武器显然没有什么效果。况且现在乌克兰还没有用上爱国者导弹。此时的俄乌，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改变，因为每一方都守着自己想要达成的结局。面对这种你挺你的我打我的俄乌局面，很显然短时间之内和谈计划简直难于上青天，双方似乎陷入了一场赌局之中。俄罗斯在赌乌克兰疲软举白旗坐下来谈判，而乌克兰则在赌俄罗斯的武器消耗殆尽，被迫答应乌克兰的条件。就目前而言，俄罗斯把武器打光的概率不大，而乌克兰方面不断朝着西方阵营国家要武器，武器的自主性较差，再加上俄罗斯调整了新的战略和计划，对俄罗斯部队进行改革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胜负会分出来。既然普京给的台阶泽连斯基不领情，那俄罗斯就只能按照原计划走了。很显然，俄乌冲突还得继续。